辽宁52岁大叔跑去非洲闯荡2年，定居肯尼亚，还连娶3任美娇妻。老婆多了也不好，争风吃醋的让人烦。你们怎么可能知道有3个老婆的苦处啊？辽宁一名52岁的大叔对羡慕他的网友们凡尔赛地说出了这句话。本想着去非洲淘金大赚一笔，却意外定居在肯尼亚，过上了拥有娇妻美妾的美好生活。落后贫穷一直是大部分人对非洲的刻板印象，为何这名52岁的大叔执意跑去非洲发展？他又是在怎样的因缘际会下连娶3任美娇妻的呢？来自辽宁省本溪市的夏哥，大半辈子都在按部就班的生活，在该读书的年纪读书，该结婚的年纪成家。可惜的是，他的婚姻并不如绝大多数的人一样一帆风顺，娶了2个老婆，最后都落得个分手的境地。在感情上，夏哥其实早就已经看开了，就算没有伴侣，他也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双手挣很多钱，将来老了可以有环游世界的资本，日子过得倒不会太过凄惨。所以在工作上，夏哥一直都是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。他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公司裁员会裁到他的身上。受口罩原因影响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发展都不景气，夏哥所在的公司没有突出的优势，几度面临倒闭的境地。为了减少开销，他们只能削减员工。夏哥在公司里待了近10余年，算是老前辈了。他一直都以为自己能够在这家公司安享晚年，又怎会料到领导会以他年纪太大为由劝退呢？2022年，夏哥失去了工作，他才只有50岁的年纪，距离退休还有10年，人过半百又要重新出发找工作，夏哥感觉到无比别扭和羞耻。眼看着其他同龄人事业稳定，家庭美满，有的朋友甚至抱上了孙子，再反观自己一事无成，始终都是孤家寡人，日子过得凄苦无比，活着属实没劲。夏哥出去找工作连连碰壁，接连的打击还真的让他生了寻死的念头。但就当他万念俱灰的时候，却突然听说了一个发财致富的路子。朋友和他聊天时无意间说道，非洲那边金矿很多，在他认识的几个人里，有几个胆子大的去了那边发展，没过几个月就大赚了一笔，回来又是换豪车又是买房子的，要是真能一夜暴富，那该多幸福啊。朋友原本是跟自己分享平时做梦的美好畅想，夏哥却将他的话记在了心上。夏哥失业以后，面对熟悉的环境，相熟的旧事，经常会感到喘不过来气。他无数次的想逃离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。现在机会就来了。淘金这个项目挣钱是很多人的共识，但事实上有太多的人因为家庭的牵绊，稳定的生活被拖住脚步。夏哥就不一样了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，有赚钱的机会，何不大胆去做呢？如果没赚到钱，境地和如今一样，我也不亏。如果赚到了，这50年来的委屈憋闷也能烟消云散，可以抬起来头来做人了。干！就这样想着，夏哥踏上了去非洲的旅程。在他的一番筹谋下，最后将目的地定在了肯尼亚。夏哥还没有到肯尼亚的时候，就听说当地民风彪悍，光天化日抢劫斗殴的事件时有发生。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就算挖到了金子，也会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被抢走。所以夏哥一到肯尼亚境内，就马上花钱雇了几个保镖，保障他的人身安全。夏哥原本以为金矿处处都是，只要他为人努力，就不愁赚不到钱。在来到了那里之后，夏哥才意识到自己把事情想简单了。淘金的人基本上都是团伙配合合作的，不仅要有合作伙伴，还要有资本人脉。金矿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，未经他们同意，你连金粉都采不到。没有中间人给他和老板们搭线，夏哥根本找不到金矿在哪儿。他在肯尼亚的街头游荡了好几天，才想明白这一点。于是他解聘了自己的保镖，找到了当地一个专门淘金的企业应聘。进入公司里认识到更多的人，才有可能知道关于金矿确切的消息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夏哥在肯尼亚必须找到一个稳定的营生维持生计，不然没过多久，他可能就会将自己之前的存款全部用完，独在异乡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夏哥能言善辩，人看着又老实，他很快就顺利找到了工作，也算是在肯尼亚安定下来了。在淘金企业待了没多久，夏哥就又充分认识到了一点，从事淘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像他这样的中国人也不在少数，能够找到金矿顺利淘到金并安稳归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夏哥一夜暴富的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破灭，但当时的他也没有想过离开肯尼亚。抛开对钱财的追逐不谈，夏哥在肯尼亚过得其实是非常充实和快乐的。肯尼亚的自然风光独具特色，结识的几个朋友也是非常友善，这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，在任何人面前他都能够轻松地做自己。
夏哥决定，就算赚不到钱，也会在这里度过余生。当时的夏哥只觉得能够安稳度日就已经不错了，他并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还可以更圆满、更幸福。在淘金企业待了1年多之后，夏哥就辞职出去单干了。跟金子相关的工作竞争性太强，那就自己搞点小本的外贸生意，非洲多的是特产可以远销中国。夏哥这次很幸运，也算是抓到了商机。他生意没做多久，就小赚了一笔，成为了当地还算有名的华人商人。有了名气之后，爱情也找上了门来。夏哥对自我的定位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外国人，但他不知道在肯尼亚这边，男人的年纪和外貌是不被关注的。肯尼亚的女人们更多的看的是男性赚钱的本领。夏哥在外贸生意上的小成就早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另一半。有一次在集市上，一个肯尼亚女人主动和夏哥打招呼，还询问了他的配偶情况。在得知夏哥还是单身的时候，那名肯尼亚女人连连惊叫，抓住夏哥的胳膊就说我要嫁给你。这可把夏哥吓坏了，对方的年纪不过20来岁，怎么还非他不嫁了？在肯尼亚那边，女性地位极低，大部分的女孩子在10几岁的年纪就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，20多岁属于没有人要的姑娘。夏哥心想，自己这次可是捡便宜了，人家姑娘主动要嫁给他，他这个单身10几年的人哪有拒绝的道理？就这样，在几个朋友的操持下，夏哥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任老婆。在肯尼亚待得越久，他对当地的习俗就越发了解。一夫多妻制在肯尼亚是很现象，有头有脸的男人都会娶好几个老婆，既能享其人之乐，又能在外人面前挣足面子。夏哥生意越做越大，看着合作伙伴们每次外出应酬都带着好几个的美娇娘，他的心也是蠢蠢欲动。人家都能娶好几个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我又不是没钱。男人的心一旦野了起来，是收不回去的。夏哥的想法萌生没多久之后就付诸行动了。托朋友介绍，夏哥又认识了一个肯尼亚女人，对方比大老婆漂亮很多，夏哥喜欢的不得了，迫切的想要把她娶回家。但夏哥也知道大老婆的脾气不好，就这样贸然给她带个妹妹回去肯定要大闹一场。于是夏哥又重新租了个房子，将二老婆安置在里面，不让她知道不就行了吗？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夏哥在温柔窝住了没多久，大老婆就觉察出了不对劲，很快就发现了他们2个人的私情。不管他怎么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夏哥都坚持要娶二房。几番僵持之下，大老婆也只能妥协。一山不容二虎，2个老婆每天都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。因为新鲜感的原因，夏哥总是偏帮老二，这让大老婆有了危机感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提议将自己的妹妹也娶进来，夏哥自然是照单全收。当时的他哪能想到有3个老婆的麻烦之处呢？老大老三是亲姐妹，他们2个人相处倒是和谐，就是喜欢抱团欺负老二，今天争衣裳，明天争吃食，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。每次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就会找到夏哥给他们评理。夏哥往往就是安慰了这个，又要去哄那个。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之外，每天都在给他们断案子，忙的也是脚不沾地。夏哥将他的生活分享到了网上，原本是想寻求网友们的安慰，但却得到了很多男人的羡慕嫉妒恨。别人都说夏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说的次数久了，夏哥也默认了这一点。老婆多就是麻烦了一点，其实仔细想想还是挺热闹的。夏哥的人生经历可谓是一波三折，经历过人生低谷，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迎来了曙光。现在的他长居在肯尼亚生活，既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，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爱情，这种生活还引得众人羡慕连连。但也有人说，希望夏哥能早点被网络封杀，一夫多妻制不值得被拿出来说，这并不符合中国的法律和价值观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